大家好，本部影片最后虽然是种植大番茄，但是过程中呢，却是有许多曲折啦。由于这个位置有围墙可以依靠，所以早年整理的时候是种植牛奶甘蔗。不过因为墙外就有河道经过内部这虽然有可以自动渗水进来的蓄水池，但会帮甘蔗浇水的机会大概1年顶多2-3次。由于棚架与甘蔗都往更内部移动，就继续将空间的压迫感再降低。将甘蔗砍下并不难，但是因为甘蔗是多年生，这底根处要挖除，就像竹子的底部一样，整团的结构挖起来需要花一点的功夫之外呢，要将根部的土壤分离开来也不容易，因此根部与整团的土壤就先堆放一旁，让时间自然去慢慢消化分解。底根清除干净后，利用不完整的砖头围出外围。若是不完整的砖头数量比较多，可以采用砖头直立起来的方式来围，因为砖头的侧边通常是完整的平面，连接起来差别只是土里的砖头深度不同。但这样摆设的方式可以让砖头连接处没有缝隙。就地处理甘蔗叶前，在菜床内部先挖一个凹槽，使用燃烧的方式就地草木灰化会更为省事。这甘蔗已经提早几天砍下后进行曝晒，甘蔗本身拿去做甘蔗酵素，剩下的蔗叶应该有90%干了，就摆放到凹槽里。摆放的数量别一次超过一旁的土壤高度，可以避免火势过大之外，也会比较无烟。现在这感觉很像是在墙内偷烧，但是甘蔗叶一烧就会有很浓烈的甘蔗味。烧的过程使用慢慢添加甘蔗叶的方式，虽然火势不大，但是很快就可以在无烟下烧完。接下来要将这附近的地重整一遍。个人习惯是在换季时才进行一次大松土。这种小区块空间的好处就是整理起来非常快速，尤其是反复种植过几次后，杂草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但这跟用水有很大的关系。这区块使用的水槽呢，因为挖得比河道低，加上非常接近墙外河道的原因，水会慢慢的从地底自动冒上来，很有隐藏版水往低处流的效应。现在要连杂草一起清除的是味美菜。由于天气热，时常浇水的原因，土壤表面已经发生严重板结，不透气的土壤，叶菜类作物就会比较不细嫩。挑食的人是百百种，有的人是因为无法接受某种菜味而挑食，而牙口不好的人很容易不够细嫩而被动挑食。由于这区块空间不大，要很有效率整地的办法就是采用无差别待遇，把菜连草一起拔掉会比较快。如果搭配有养鸡或鸭，或许就不会觉得太可惜。不过如果有执行分批种植的做法，自然不是问题。想吃的话，这在别处倒是还有更细嫩的味美菜。松土的过程，靠墙位置的土壤会比较黏，因此在进行松土时，特别将墙边挖深松土。需要大整地的原因，也是趁机了解一下地理状态。整好地之后，将种植空间的中间土壤垫高，靠墙边的位置挖低，则是方便浇水之外，浇水浇在墙边可以有效慢淹蓄水功能，也是在
延缓种植位置上土壤板结的时间。很多时候会在种植前附上种植环境与土壤状态的原因，也是在提醒了解不同种植环境条件的重要性。接下来，刚才在靠墙位置挖出浅沟，马上派上用场。甘蔗叶草木灰化时呢，残留了部分没有碳化完尽的甘蔗就可以摆到沟槽里。这是可以再进行曝晒，下次再烧一次也可以直接摆在沟槽里，补充土壤的有机质。由于草木灰对于水果类作物很受用现成的草木灰就顺道在土壤上撒上一点。接续将比较细致的草木灰拌入土里。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先将草木灰装到容器里，把土壤翻松整理好，再进行分撒，会比较均匀简单这是翻土直接拌之后的体认因为这一块理出的菜床靠墙边还没有挖深松土所以拌入土里时还得翻松整地流程就比较不顺手，而且费力而在整地时发现另一个问题这三角形的菜床虽然不大，但是有些地方宽度比较宽要采收时呢，手会不够长，而得踩进去因此就比较不适合种植叶菜类所以该种植什么作物就需要再思考一下。最后也就先从大番茄种起因为有围墙可以依靠，可以做简易支撑所以大番茄确评中选，优先种植。种植过程算是非常简单这利用太阳饼外盒进行育苗的幼苗呢，因为盒子有上盖相对容易保湿在幼苗期也容易防鸟跟防蝸鸟，只是内部因为是平面，不好将幼苗分隔育苗，因此育苗时建议用在大型作物，一个盒子只育苗几颗，将间距拉开要移植前一天或是至少前2个小时，把水浇透一点，让土壤可以完全包覆细须根移植时会比较容易，也会比较容易存活，直接生长。而大番茄很接近直立式生长，只需要一点支撑辅助，不需要搭设棚架。等长大一点，再靠墙设立支撑即可最后顺道又在一旁挤出一点小空间就又可以种一点短天期的叶菜类而脚踩的地面顺道一起修整好，此处整地就算大致完成。谢谢收看。